智能眼镜今年火了，国外的爆款是 Ray-Ban Meta， 但没有显示功能，而国内爆火的是有 AR 显示功能的 Rocket Glasses。这款产品的价格是3299，但在闲鱼上居然已经被炒到了4000多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智能眼镜到底是解决问题的工具，还是好玩但不实用的玩具？Hello， 我是黑毛警长008。这一期视频我要分享的就是我连续戴了这副 Rocket Glasses 整整1个月的真实体验。首先聊聊佩戴体验。Rocket Glasses 重量是49克，戴1个月下来说不重，那绝对是骗人的。但这个重量呢，还是在我的接受范围以内的，能日常佩戴。相比重量问题，其实我更纠结的是，戴上这副眼镜会不会被人当成怪咖？为了验证这个社交接受度的问题呢，我做了一个实验。这1个月里，我戴着这副眼镜见了很多人，我随机挑选了30个人，问同一个问题：你有没有觉得我戴了一个奇怪的眼镜？结果让我挺意外的，只有7个人注意到眼镜似乎是有绿光闪烁的，剩下23个人完全没有觉得奇怪。也就是说，77%的人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副智能眼镜。更搞笑的是，那7个大聪明清一色的都是理工男。我本来担心他们会觉得我戴了个怪东西，结果人家的反应倒是：我这智能眼镜吧，太屌了，完全没有我想象中那种看奇葩的眼神。我自己心理上其实还是很难把它当做一副普通眼镜的，虽然大部分人确实发现不了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各位同学千万不要带着它考试作弊哦。音频方面，这副眼镜基本上可以当做一副开放式的 TWS 耳机来用，表现呢中规中矩，这期就不展开了。这里聊聊大家更关心的拍摄功能。拍摄对比的对象是华为 Pura X 12G 加512G 版。规格方面呢，华为是5000万像素的主摄，支持光学防抖，而 Rocket Glasses 是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。对比下来呢，光线充足的时候，两者拍出来乍看都差不多，但仔细看细节啊 ，Rocket Glasses 的分辨率、色彩还原、动态范围都明显不如手机。视频方面呢，也是一样被手机各种碾压。到了夜晚或者光线复杂的环境，更是被手机完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手机拍摄那么好，眼镜摄像头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？讲个真实故事，我虽然是个理工男，但也爱记录生活。我家小女儿啊，很喜欢小猫这类毛茸茸的小动物，所以呢，我经常也会拍一些。前几天呢，在小区散步，突然看到一只松鼠叼着面包片从树上跳下来，特别有意思。我下意识的呢就掏手机想拍，但等我掏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，松鼠早就跑没了。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，如果刚才按一下进腿，这个视频不就记录下来了吗？错过了这一个瞬间，我就少了一个和女儿分享美好时刻的机会。你知道吗？小孩子看到这些小动物的时候，他会问爸爸：小松鼠为什么要叼面包片啊？它是要回家吃晚饭吗？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编各种有趣的小故事。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，其实构成了我们父女之间最珍贵的回忆。而眼镜的价值呢，就在于能够捕捉到这些稍纵即逝的美好，让亲人之间有更多共同的美好的回忆。如果手机的拍摄质量是100分，那么智能眼镜的拍摄质量可能连60分都到不了。但如果错过了那一瞬间，我们能得到的就只有0分。所以 Rocket Glasses 的拍摄画质也许永远干不过手机，但对于美好的生活回忆来说，这就是0和1的区别。拍得好固然很重要，但拍得到同样重要。眼镜上的相机呢，意义也许就在这里。再聊聊 Rocket Glasses 的实时翻译功能。我英语6级，经常出国，日常英文交流是 OK 的。如果只是普通的英文对话，眼镜的翻译速度一定是跟不上我的交流节奏的。所以如果你英文还不错的话，第一次尝试这个实时翻译功能，你大概率会觉得有点鸡肋，毕竟它还是有一些死言的，它的反应速度是跟不上你的大脑的。但说实话，我的英文再好，何况也很一般啊。在实际对话中，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，比如对方突然冒出一个专业术语或者俚语，整个对话就被打断了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就好像开车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横穿马路的行人，就很不爽。这个时候 Rocket Glasses 的实时翻译就派上用场了，那些让你卡壳的内容直接在眼前浮现。
更重要的是，你是在具体的语境当中学习这个词句，比事后查字典记得更牢。专业对话场景更明显，涉及到医疗、法律这些我不擅长的领域，词汇量就捉襟见肘了。有了眼镜，核心词汇快速呈现，不会因为1、2个词就迷失在对话当中。小语种就更是眼镜的主场了，韩语、泰语这些完全不懂的语言，有了实时翻译，简直就开挂。虽然准确率不可能是100%，但理解大意是没问题的，至少不会完全抓瞎。我分享一个在华为工作期间的真实经历。当时我负责给海外客户做基础培训，这类海外培训呢，我们用的都是英文讲课，学员呢也是用英文交流。有一次呢，来了一批日本学员，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英文阅读和听力都 OK， 但是他们的英文发音真的是很头疼。Vincent Board Ben Ganjan Severi Benjam Bantory， 那种带着浓重日式口音的英语，我根本就听不懂。但这帮客户啊又很重要，所以公司临时花钱请了一位日语翻译。但现在问题又来了，我们培训的内容是通信领域的专业课程，涉及到大量的行业术语，而这一位翻译呢，虽然语言能力很强，但对通信是一窍不通。那些专业词汇呢，他翻译出来呢，经常出错。最后我们采用了一个很别扭的方案，我还是用英文讲课，学员听课没问题，但如果他们有疑问，就用日文提问，翻译呢再把日语问题翻译成中文告诉我，然后我用英文回答问题，整个过程绕来绕去，效率就很低。翻译后来告诉我，日本人英文发音困难，主要是因为日语的音素系统相对简单，最典型的就是日语中没有区分了和日的音，所以日本人说英语这2个音听起来都是一样的。再加上日语习惯在辅音后面加元音，比如说 bus 会读成 busu，mac 会读成 maku， 这些根深蒂固的发音习惯啊是很难纠正的，所以我们经常听不懂他们的英语表达。如果当时有 Rocket Glasses 就好了。学员直接日语提问，我通过眼镜看到中文翻译，理解问题之后呢，我直接英文回答，既避免了日式英语发音的障碍，又不需要多重转换，效率就能大大提升。实时翻译的功能的价值啊，并不是在于替代你的语言能力，而在于填补那些语言盲区。它更像是一个随身的语言助手，在你卡壳的时候拉你一把，顺便呢还能帮你记住这些词汇。用了1个月下来呢，这个功能给我的感受是超过最初的预期的。虽然几乎所有 AR 眼镜都配备了提词器功能，而且这个功能实现起来也并不复杂，但在好用和能用之间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。这条鸿沟的名字叫翻页。目前市场上主流的翻页方式有2种，第一种是通过眼镜镜腿上的触控板翻页，但这种方式就是不是很二？我本来要的就是优雅，结果还时不时摸摸镜腿。第二种呢是用智能指环，触摸指环就能翻页，听起来是不是很有科技感？但为了保持优雅，我的触控动作当然不能让你看到，对吧？所以聪明的我当然会把手放在裤兜里，悄悄的操作。但问题来了，台下观众可能会发现我的手一直在奇怪的地方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，而且我还试图不让你注意到我的手在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。这个画面你脑补一下。性骚扰我，我要摸你一大金鸡波蛋。那么这样一来，听起来真香的提词器功能是不是就变得很尴尬了？ Rocket 想了个办法，他们搞出了智能模式，我说到哪儿，提词器就自动跟到哪儿。以应用感知世界的方式，而 Rocket 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军者，以其创新的产品，不需要手动翻译，而且呢，如果我读完第1句之后，跳过第2句说第3句，提词器还能自动识别跳到第3句的位置。无论我说的快一点还是慢一点，提词器都能实时跟上。Rocket Glasses 这个智能模式真的解决了传统提词器帮倒忙的问题。科技以人为本，而不是以折腾人为本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喜欢 Rocket Glasses 的智能提词器功能。如果你经常要做汇报、演讲、录视频或者组织活动，我得说，光冲着这1个功能，你就可以无脑中。支付功能我感觉是 Rocket 最有未来感的功能。传统扫码支付大家都熟。掏手机、解锁、打开支付宝、扫一扫，输入金额、确认支付，收起手。但如果手里正拿着东西呢，我还得先把东西放下。都说科技进步源于人类的懒惰，作为一个合格的懒人，我深表认同。Rocket 的支付功能可以让我更懒一些，面向二维码说乐奇帮我支付叉叉元，然后再说确认支付就完成了。我下楼买杯咖啡，完全不用掏手机，就这么看一眼二维码，说句话就付完了。整个过程当中呢，双手完全自由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语音支付在嘈杂环境下还能行吗？毕竟在烧烤摊、火锅店、咖啡厅、KTV， 我们支付的场景五花八门，要识别不出来，还得乖乖掏手机。
经过多次实测，我发现了一个规律：只要店员能听清楚我的说话，眼镜就能搞定；如果吵到连人都听不清，那眼镜也抓瞎。那还有一个问题，我虽然又懒又穷，但是还是很真心的连我的小家底的。万一别人模仿我的声音去薅羊毛怎么办？后来我发现这个担心是完全多余的。首先，在使用语音支付之前，支付宝需要先学习并且记录佩戴者本人的声音特征，就像录指纹一样，所以不是随便哪个声优都能冒充我是败家的。其次呢，整个支付流程设计很谨慎，你需要先说支付叉叉元，然后再说一遍确认支付，才能完成交易。这个两步的设计呢，既防止了误操作，也给了我这个穷鬼充分的反悔时间。万一说完第一句突然想起这个月花呗还没还清，还能及时刹车。所以呢，语音支付的安全等级其实并不低。总体来说呢，眼镜支付让我感受到了未来人机交互的雏形。懒人不仅可以更懒，而且还可以安全的懒。智能眼镜自然离不开 AI 能力。Rocky Glasses 支持通义千问、豆包、DeepSeek 质谱对比大模型。我主要用的呢是通义千问，我专门对比了 Rocky Glasses AI 和手机里的通义千问，结果不出所料，识别的准确率、逻辑推理等各方面表现完全一致。毕竟用的都是同一个云端大头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 AI 能力差不多，为什么我不直接用手机呢？我自己感觉眼镜 AI 最合适的场景是没有办法腾出手去操作手机的时候，比如说开车或者是骑行。最近开车带女儿去自驾游，小朋友一路上看到什么都要问：爸爸，那个房子好奇怪，是做什么的？山上那个塔里面有人吗？如果用手机遇到我答不上来的问题，就只能敷衍过去。但带着 Rocky Glasses， 我可以一边安心的开车，一边问乐琪，看那座山上的塔，给我介绍一下。几秒钟之后就能告诉女儿，那是明朝的文峰塔，古人相信它能够保佑读书人考试顺利。整个过程既保证了行车安全，又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，当爹的成就感满满。当然，平时需要快速获取信息的时候呢，也很实用。比如说朋友聚会，突然遇到一个不熟悉的话题，我可以悄悄问 AI 求助，然后自然的加入讨论。眼镜 AI 和手机 AI 的核心区别其实在于交互方式的不同。用手机 AI 的时候呢，我需要经历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，掏出手机解锁，打开 APP， 打字提问，然后盯着屏幕等答案。整个过程我的注意力完全被手机屏幕绑架，与现实世界就暂时断线了。而眼镜 AI 呢就轻松很多，我只需要开口说话，答案就会出现在我面前，同时呢还有语音播报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眼睛依然可以自由观察周围的真实环境，双手呢也是可以完全解放。这种差异看似微小，但实际体验却是天壤之别。一个呢是强迫你暂时脱离现实，另外一个始终保持在现实中获得信息。我感觉眼镜 AI 的真正价值不是让 AI 更聪明，而是让 AI 交互更自然。这其实就是 AR 增强现实的精髓所在，不是把你拉入到虚拟世界，而是把有用的信息无缝融入到你的现实生活。说起导航功能，我必须先吐槽一下 Rocket。都 AI 时代了，智能眼镜这个导航语音怎么还这么的机器人？请走左侧车道，20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强烈建议官方赶紧安排上语音包。吐槽归吐槽，功能体验上呢，确实还是挺流畅的。直接说乐琪帮我导航到某某地方，它就会立刻开始规划路线。乐琪，导航到东莞准备出发，全程42公里。手机导航的核心功能呢，它基本上都具备，转弯提醒、剩余距离、预计到达时间等等。UI 界面呢还是蛮清爽的。这个功能特别适合骑车和步行导航。骑自行车的时候呢，再也不用做那个危险的杂技动作，一只手扶着车把，另外一只手呢操作手机看导航。导航信息呢直接浮现在眼前，既安全又方便。步行的时候体验也很棒，特别是在陌生城市旅游的时候，我可以一边悠闲地欣赏街头风景，一边跟着导航指引前进，完全不用频繁掏手机确认方向，也不会错过沿途的美景。不过有个细节 Rocket 必须要优化一下，导航界面无法自动激频，一旦开启导航，屏幕就会一直亮着。短途还能忍受，但长时间使用下来，眼睛容易疲劳，电量也掉得快。我日常使用听歌、打电话，偶尔导航、接收消息、随手拍，基本上能撑8、9个小时。所以日常使用的话呢，续航我感觉是 OK 的。至于说音频拍摄、导航和充电的具体量化测试数据呢，大家看屏幕。轻量化使用，比如说听音乐、接电话，还是相对省电的。但视频录制和导航这两个功能确实是电量杀手。充电方面呢，磁吸式的设计用起来还挺顺手的，
官方透露后期会推出便携式的充电胶囊和专用的充电盒。对于那些有重度使用需求的用户呢，这些配件确实很有必要，希望 Rocket 能尽快安排上。现在我们回到开头提的那个问题，智能眼镜到底是解决问题的工具，还是好玩但不实用的玩具？经过1个月的使用，我的答案是，这完全取决于你是谁。如果你不喜欢科技产品，或者觉得智能手机已经够用了，那可以直接忘掉智能眼镜。而如果你是以下几类人，我觉得 Rocket Glasses 值得考虑。首先是效率优化党，如果你需要演讲、汇报、录视频，光是智能提词器功能就值回票价。其次呢是内容创作者，虽然画质比不过手机，但能捕捉到很多手机可能错过的瞬间，素材永远不嫌多，有时候拍得到比拍得好更重要。还有商务人士和语言学习者，实时翻译功能真的能帮你突破交流瓶颈，特别是在专业对话或者小语种交流当中，在具体语境当中学单词，记忆效果比事后查字典好太多。另外就是有解放双手需求的朋友，开车的时候和孩子互动，骑车的时候导航，买东西的时候支付，这些场景下眼镜确实比手机更方便。最后呢，就是爱尝鲜的科技控，如果你就是想体验未来的交互方式，感受科幻电影里的黑科技，那 Rocket Glasses 绝对能满足你的好奇心。今天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，也许几年后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智能眼镜的生活，不是因为它比手机更强大，而是因为它让科技变得更隐形。当你不再需要低头看屏幕，而是抬头看世界的时候，科技就真正为人服务了。这也许就是智能眼镜的终极意义，让我们重新抬起头来看向真实的世界。我是带毛警长008，做视频不易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关注、转发、点赞，一键3连。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